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本节目由治感冒、抗流感、家庭常备的莲花清瘟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六福珠宝赞助播出，爱让你无限放闪，六福珠宝。管家，让你选的高端奶粉怎么样了？哦，我亲爱的太太，已经略有成果了。哦，是有机认证的吗？有机生牛乳一次成粉，全链有机可追溯，是全面营养的吗？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，双重益生菌呵护成长。我想两个都要 ，OK？Sure， 这个就是其他太太都在给宝宝喝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君乐宝优萃，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。高端奶粉选君乐宝优萃，既是有机奶粉，又有更好配方。我喜欢比较真诚的人。我真的挺欣赏你的表演，我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跟你合作的。喂喂喂，喂，我猜中了，耶！我想要跟你说，我这次不能同意。哇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这一轮我可能我就选李治廷，然后我下一轮我就会像你这一轮一样，我就奔着你走。那为什么突然我会选李治廷？他很勇敢，我永远很佩服就是很勇敢的人。我很感动，他就是一直没有变。OK， 你不生气吧？不没有，不是生气，你不会不开心吗？不会的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感谢你，我真的超开心今天。开心就好。谢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喂喂喂 Hello， 怎么样 ，Hello， 就是我们要确认一下，我们匹配成功了。哦，太好了。我就觉得我今天让你尴尬了，我得给你个惊喜。对，好呀，我感谢你。好嘞，我也高兴。我们加油。好嘞，拜拜。匹配成功。那他现在就挑他选李治廷吗？李治廷了。哎呀，为什么我的电话还不来？没有。到我们打电话了呀。喂。喂 ，Hello。我现在来呢，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跟我合作的意向。有机会的话，被剩下的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组一个小团队。好，那你现在的结果是什么？
搭档你好。哟 ，Hello 哥，那你现在是什么状态？就等嘛。那但是你7个人肯定会能匹配上的呀。对啊，会匹配上的，没事，放心吧。行，你不会恨我吧？不会，怎么可能？不会的。那现在已经落听了，就是有在意料之中的，也有出乎意料的。有哪一对 CP 是你们现在各位非常坚持和看好的、很喜欢的？周映吉和周可宇，一直以来都想他们 CP 成功，这个兜兜转转就是也是成功，一直都想看他们。真的，我也想看看。是吧？对啊。是吧？到最后。对啊。其实每一队现在都已经很好，很好。对对对，很期待的，对，都有期待值。我会范世琦、李一桐比较稳一点，他们。大成跟小婷，我觉得他们比较宽，你任何故事放在他们包容性比较强。对对对，包容性比较宽。我想鼓励因为俊成也助演过，还有杰崇也是很喜欢，他们2个好像还差一口气，但是我会看好他们，希望他们能更出彩啊！你们努力一下呀。好，那也谢谢各位的分享，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几组最终剧照的呈现吧。好。接下来对议员们有2个考核，首先是拍摄剧照。剧照拍摄的默契值排名前3的搭档不会被拆散，而排名靠后的搭档可能就会被拆散。我们会根据选出的默契值前4名的搭档，由他们来拍摄经典电影的片段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议员们拍摄剧照的表现吧。六福珠宝这个套装也太好看了，我戴一下，好看吗？还挺好看的，这个钻还挺大的。这个呢是六福珠宝独特的放闪车花工艺，它呢就像钻石放大镜一样，设计感特别好，一下子就能抓住人的眼球，这不是让你一下子就注意到了。原来如此，果然光彩夺目啊！节目组特别邀请时尚芭莎为大家安排今天的剧照拍摄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6个 IP。剧照 IP 会进行2-2 PK， 你们自行选择你们的组合想要拍摄的 IP。我是心里想的是《天若有情》《倩女幽魂》，张国荣老师版本的那个宁采臣，印象真的很深。《阿飞正传》应该挺能展示我们的 CP 感，《阿飞正传》我们想选，第一眼想到的就是《阿飞正传》，我很喜欢那部戏。我们有7组议员，可是上面只有6张剧照。今天我们有一组会跟别的队来共享 IP。如果你们想 PK 这个就 P 吧。好，对啊，行，那就这样吧。无限超越班的议员们将与前一天组成的搭档，在几部经典的香港电影中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。哎，这样好。万岁 K， 开心一点。呀，这超开心了，已经都啊，耶！音乐。各组搭档拍摄的海报将进行评比，评选结果将决定各组搭档是否会继续原有组合，进行下一阶段的经典港片翻拍。我又有这个男人，想象你的脑袋，想象拍海报也是应该把所有的戏里面那个角色那个情绪提出来的。宝宝人生大戏，优萃高端开启，接下来进入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优选时刻。
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无限超越班最佳拍档的剧照评选现场。而本次的海报拍摄，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时尚芭莎来为我们提供拍摄。感谢特邀评审时尚芭莎执行出版人兼主编沙小丽女士。本次6组经典 IP 剧照会由在场的7位专业代表组的鉴赏团进行投票评选。感谢到场的鉴赏团，欢迎各位的到来。本次搭档拍摄的剧照将以1v1的形式进行对战展映，7位专业代表可以随心选择你们中意的拍档组合，最终获得分数较高的一组搭档就是安全的，分数较低的搭档将面临被拆散的命运。剧照就是1秒钟的电影，一张好的剧照可以带观众1秒进入剧情，引人入胜。除了参与评选的6组之外，我们还有一组弟弟，就是刘耀文和荣梓杉，他们的剧照呢不参与评选，但是我们将以他们的剧照 IP 开启今天的展映。就是这次拍海报是在天台上完成的，然后我们的主题是那个《无间道》。对，我们先给大家呈现一下那天你们完成的海报。哇，哎呀！哦，可以啊。哇，帅不帅？诗曼会更喜欢哪一张？我最喜欢最右边的那一张，就有剧情，然后那个颜色调度也很好，也很有气氛，吸引我进场去看你们的电影，就是那一张。照片氛围感还蛮强的。当时我们这个拍的是《无间道》的海报，然后我们还为了这个还去看了那个电影。现在的海报功能就比以前多，我们可能在网络上不同时段推出来，所以这组我觉得很好，它其实看起来很干净啊。有时候我们挑照片，因为它有片名嘛。假设你们右边这一张，它可能在原来的那个海报，我记得是在中间的“无间道”3个字。那其实左右都要有空位的，你主创的人员名字，它也是一个排版出来，要整个结构是很好看的。所以这一张适合先导的海报，比较适合。但如果在影院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就希望中间那一张了，大头这张。对。因为其实，在买票的时候，到影院大部分都是女生决定，那所以你2个帅哥的话，他肯定把2个样子放出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我们6组的剧照展映和 PK。首先要进行红组 IP 的对决。哇！是志廷、凯奇这一组和小婷你们这一组，对吧？身世坎坷的花花公子旭仔在分手后，和热辣的舞女咪咪成为了情侣。咪咪深爱着旭仔，可旭仔对她的爱却无从谈起。你有什么构思？在比方说，我是觉得就是2个人的人物关系，只要是精准的，你哪怕程度是0到10，任何一点它都是好看的。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2个没有搭档过是吗？对呀。然后一上来就是这样的一种，是，而且还是一张定格，非常精准，对，就很这个我也是觉得太难了。看这个身体语言的交流，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近才会有那个交流，该怎么有感觉怎么来。就我们有一个戏，不然的话，我跟你的那个 mind space 会有分离。李诗婷她是真的有研究男主公跟那个女生的关系是什么，比如说我是很诱人的，而他呢在真正的戏里头是比较冷漠的，
但是他也是就是很投入、很专业，又想要就是咬牙签呀，再表示给你看一眼，然后把你搂得近一点。有的时候他躺着，有的时候我躺着，给了很多的意见。我就跟他合作很开心，他很愿意一起去摸索这个角色应该怎么表达。对，我跟他搭是可以称之为这个最佳搭档的。对。其实你可以撩他的头发，因为我那个怎么头发那么臭？其实你可以说出来，你可以说两句出来，可以说两句出来，就你这是心里的对话，你可以说出来。其实《阿飞正传》就是很有文学意义的一部作品，在这张海报中要体现出这个故事的内核，让别人有遐想的空间，又能感受到这个故事是什么。好看的，要感觉，要感觉。耳朵红。小婷很棒，是她带着我进入到了我的状态里。你看，你看，真好。我觉得很满意，因为演员会有感受嘛。我在跟他当场的交流、眼神的碰撞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氛围已经让我觉得，哦，成了啊。当时拍的时候，佘诗曼老师来了之后，其实他的指导特别重要，就是他给他们两个讲了这两个人物关系，然后还讲了那个男主角实际上他的心里的一种对情感的需求是什么。我觉得就是有经验的演员的体会和领悟，能够告诉年轻人，就是只要几句话，然后他们就领悟到了那个点。因为演员你跟他讲要演什么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了，实际上他就不会像模特那样只是摆动作，他有更多的情绪在里面。我们的海报是《阿飞正传》，是我们俩都非常喜欢的电影。好，看一下你们的成片。哦，他这个构图好好看啊！对呀，我看完他们都有点紧张了。我看起来，我觉得第一张海报就蛮不错的啊，就我看到一个这个阿飞正传，就是男人他没有人生意义的追寻的稳定感，男主角对这个人物的把握还是准确的啊。然后那个后面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女生的性感啊，那个依恋啊，我能感受到。谢谢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就知婷和凯琪。哇！志婷上镜很硬朗的。好，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投票。宝宝人生大戏，优萃高端开启。接下来进入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，未来无限优选时刻。我觉得男生可能略微的乖了一点，因为其实《阿飞正传》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浪子的设定，那他可能可以更放肆一些，因为他对他不是爱，而是喜欢。我想举一下红色。我理解的那个电影可能更多的是有欲望的部分，也有爱的疏离，也有爱的伤痛，而这里面3张照片传递的是一种情绪，稍微狭窄了一点点。我是选第一组。谢谢谢谢。就是他们的 CP 感更强烈一点，所以我就选红色。好，叶晨、志婷，谢谢。但是呢，我感觉他们俩的那个知婷，他们俩的默契可能更加强烈一点。我这一次可能是选他们，蓝色。谢谢。志婷、凯琪，蓝色。我想拆散他们。二导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很不容易把他争取过来的。拆人。我交给他。啊，蓝色，谢谢，谢谢二导，谢谢不拆之恩。真的非常纠结。我觉得，如果说
更想看的是小婷那边的故事，好奇比较多。就这边就好像就知道是一个爱情片，我就把你们拆散吧。红色好。接下来要有请非常默契的沈月组与刚刚获胜的小婷组进行对决。富家千金周周在一次意外抢劫中遇到了与他地位悬殊的古惑仔阿华，两人不顾一切坠入爱河。迫于现实的阻挠，阿华深知自己无法给周周幸福的未来，身负重伤的阿华带着即将被家人逼出国的周周逃跑。可周周不知道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约会。我们穿这身衣服是你在车上面还流着那个鼻血。月儿只能流鼻涕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其实我觉得我穿上西装，他穿上婚纱以后，就没有什么就是难的地方了。我在演了。没有，没有。你刚刚。我那个角色阿华，他其实和啾啾他们最后是都很舍不得，但是都在逃避着一些事情，他们只是在享受当下最后的一个约会。这个你要上车走了，去机场了，然后你看到他车在外面，然后就出来了。我们在拍这个海报之前，是把那一场戏的前后又重温了一遍。因为那一段是整个电影里面最经典的一个画面，就是机车和婚纱。就是因为你感受他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温度，最后一次靠近他了，我没感觉到你是要抱着他，可能你把那个情绪演出来，你就有那个过程，就是你不想走的，然后他为了保护你。就强迫你要把你送回去，就吵起来，就是你不愿意走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跟我走一下。这很危险！别吵了，跟我走。车太高了。我跟他真的吵了一架之后，后来我的那个脚有点打滑，我本来踩在摩托车的脚蹬子上。往前一倾就抱住他了，然后那个时候还心动了，紧紧的抱着。对，这个眼神好。我觉得这场戏就是放肆，就是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，我要把我所有的情感全部放在这一次约会里面，我什么都不管了，就是一场穷途末路的爱情。不，哪有亲人要这么亲的？就我没看到你就，你起码可以，真的，你就想着她是你女朋友嘛，嘛，你就想着她是你男朋友，好不好？很好的，这个是好看的。摸他的脸，
可以啦。OK。这个就是先开心的，没有不开心的事发生的之前。就是哇，这个男人真的是我一生中见过最浪漫的男人。我把蛋糕拿回去，我看到沈月的眼睛，然后那个蜡烛的光刚好照到沈月的眼睛那儿，能感觉对方的眼睛里面有欣喜。对于甜美，沈月我没担心过，早点收工。我们拍的这个 IP 叫《天若有情》。对。啊。哇哦！上来这么劲爆吗？对，其实我那阵去拍这个时候，最大的感觉就是沈月好冷啊，因为她穿的婚纱，就是我当时拍的时候也有一种赶紧带沈月拍完一组好的照片，带她回暖和的地方。哎呦，好有感觉哦！完这个。好，开始我们的投票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好，开始我们的投票。就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里都有那个星星的那个感觉，就是一对小情侣。你能够从他表情读出来他们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在摩托车上，在那张照片里，好像你只有男生，他是你唯一的世界。男生的眼神很坚毅，让我想到《天若有情》刘德华啊。另外，我觉得两个人在台上以后，我看见他们两个看着眼睛说话有这样的习惯，我觉得很好。眼睛心灵的窗户嘛，那里面的情绪很多。如果能够建立起那样的信任和懂得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 CP 关系。好。哇，压倒性了啊！那还是坚定的蓝色多。恭喜。好，接下来就请下一组来到舞台上。好的。欢迎二位。造型都是一样情节。好衰呀！这可以。好衰呀！这个，其实，在拍摄之前，我们也互相讨论了，然后我也找了一些照片，当时比较经典的一些镜头、一些剧照，希望把他这个人物关系呈现的丰满一点吧。他是这样的吗？啊，这样的。然后你呢？拍照片的话，我觉得《大话西游》还是蛮好的，就感觉我们还选的还挺对的。刚开始拍，感觉他站在那儿，我站在这儿，手啊，行吧，搭一下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感觉两个人离得很远，虽然就当中也就空这么一点点距离，但是感觉就离得很远很远。你不要就光着要做这个动作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要碰他，你是很爱他的，然后你要最后一次摸他了，可能就是那个感觉，不是就放个手在这里。现在一开始我们第一次合作嘛，还在一个熟悉的阶段。曼姐她过来之后，非常简单的几句话，完全就打破了这个我们之间这个
壁垒吧，算是，就我们也一下子能投入在里面，最后拍出来的效果也比之前我们2个拍的效果好很多。笑，眼睛都要笑，可爱可爱。我觉得我们能赢。甜要甜。我觉得我给你们一点意见，给你们一点意见，就是我觉得你们那个2个人的无奈没有表达出来。无奈就是怎么办呢？我们爱上了，但是你又控制不了，又很爱，其实很烦恼，但是又喜欢，是这种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我觉得拍摄过程当中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年龄，可能相比那个会比较年轻一点。稚嫩一点，我们没有办法眼神传递出复杂但是又很细腻很多层次的这种情感，因为真的没有体验过。你是满足的，对 ，OK， 我拥有这个男人了，所以看起来很满意啊。对啊，很满意啊，也对你满意啊，你很骄傲啊，骄傲 ，OK。我们在拍的过程当中呢，可能放不太开吧，确实因为跟俊成也不太熟，当时又加上很多动作都比较亲密，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。对，那就好呀。我们的这个 IP 拍摄的主题是《大话西游》，我们选择的是《花样年华》。啊，这个这个是很经典的紫霞的表情。不去评价那个照片里面细节了，就我看他们2个，如果在古装上来说，现在看画面，他们是可以搭一对的啊，反正就帅哥美女嘛。但如果文艺片来说，我觉得他们那个在那个戏里面感觉吵架会比较多，不像相爱的人。可能还是因为你们就是时间比较短，所以感情的那个火花还是在这个照片中不是很强烈。我觉得这好像是《花样年华》的过家家版，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打动我。我选给许魏洲。中意红色，选许魏洲。蓝色。选的也是许魏洲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最终胜出的是《大话西游》组。谢谢。谢谢。虽然说挺遗憾的，但我也在这次海报的拍摄当中学会了技巧。我可能下次再拍平面这样的东西的话，就会更像一个演员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本次剧照的最后一轮对决。OK，Let's go。他是棋要开心一点哦，很投入的在玩呢，但感觉就是要抱得紧。哎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好。哎，你耍猴的感觉。鱼不在天上，鱼在地下。鱼不是在哪？哎呀，大哥呀！开心一点！呀，这超开心了已经啊！耶！你知道你是谁吗？3K。耶！哎呦！海报拍摄，我觉得应该是欢喜冤家，然后搞怪的那种拍摄状态。范志奇是一个很外向、阳光的男生，跟他在一块儿就是，反正话永远不落地，就是他一直就让你很开心。看看，
耶，那都是为了培养下面的情绪做的。我觉得很好啊，因为他们就是玩得开的感觉嘛。本来他们两个就非常有默契，我就跟摄影老师说，他们第一组是最有默契的一组。佘诗曼老师过来之后，就去跟我们讲这个状态，然后在旁边逗我们，也是也挺有帮助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今天呢，我准备给大家炒一个菜吃，一定要用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来给大家炒这个菜。这个是用小榨机榨出来的油，真的非常的香。柯宇，哎，你是第一次演古装吗？是的，啊，那你期不期待你的造型？期待。嘿嘿，过来看看。我们两个就是因为落单，所以在一起了，这就是缘分和宿命吧。这个哦，宁采臣。宁采臣啊，不错不错，很书生。哎，你坐这儿，来。没事没事啊，你这个对我就盘上腿了。对。和英子姐接触的时间没有凯西姐长，我们之间交流和互动的不是很多，是不是啊？眼睛还有他的嘴巴。我在干嘛呢？这是你在想念小倩，你在想啊，昨天晚上见的那个女孩子，什么时候可以再见一面？就是这个。英子姐是那种很红色的聂小倩，就是感觉张力非常，视觉就是冲击也很大，在旁边的感觉就是就是那样，怎么说呢？我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。其实我跟柯宇，我就特别想引导他，让他就是放松下来，能把这个内心打开，希望他能多表达一些。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跟凯琪姐姐的那种感觉，更默契吧。那我们要不就直接看一下你们的成片哈？好，好。周飞宇还挺那个宁采臣。哇，这个啊，这张好好，都好。哎，这跳起来了。这张照片要感谢那个后期修片的老师，应该是把我这个手修进去了吧，对吧？因为当时拍这个照片的时候，我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，牵着手，然后跳了很多次，我都塞不进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3、2、1，3、2、1。好忙呀！2、3，没瞅着都。我觉得就是英子，其实你的古装是很美的，尤其是这一张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就王祖贤的那种影子在，是很优雅、很漂亮的一个感觉。他们虽然台上看起来不太熟的样子，但是在这个海报的表现力上，倒是把这个情感关系非常充分的表现出来了。范世琦他是比较活的一个人，比较能开玩笑，反应也很快。你上镜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上镜很重要的。第一组，对，我也是选第一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投给《倩女幽魂》，感谢感谢。哇哦，这个好看了。好，果然进入了3比3。诗曼。我就把你们拆散吧。红色，好。
所以恭喜范诗琪和李一桐，你们的组合锁组成功。哎呀，怎么没拆呢呀？没拆掉呢呀！啊，所以我们恭喜胜出的3组。剩余的4组就要面临将被拆伙的命运。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港影 IP 的发布。OK， 接下来由我来公布下一个任务。香港电影中一对对黄金搭档与默契演技，成了一部又一部经典影片。这次我们以搭档形式挑战翻拍4部经典 IP， 他们分别是《心愿》《大话西游》《甜蜜蜜》《倩女幽魂》。哇，这一轮的戏我都很爱，《心愿》那个故事特别可爱。如果情境不够逼真的话，《甜蜜蜜》会比较难演。对，很难。天啊，压力太大。现在按照剧照排名，第1名何宇、沈月，你们可以先选。很担心自己想要的剧目被选走。我们就选心愿嘛。范赛 K， 一桐，还有许魏洲、谢宁，可以选择了。其实我们2个第一选择就是心愿，心愿啊，被抢了。我们第2选择是大话西游，好有勇气。我们就选择甜蜜蜜吧。在座的8位很遗憾，你们在剧照环节落败，没有守住自己的组合，必须进行菜组，需要在现场重新选择1位异性演员进行搭档组合。现在你们可以商量分组，各位加油！你的意思说我们要重新组队？是我们肯定是拆的了，肯定是拆的了。哇哦，这真的是。有缘再见。我跟杰琼呢，我们俩在海报的拍摄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好的默契了，也有很多就是彼此的了解。还是蛮遗憾的，可能我下次还会跟他合作。我们回头见。哎，我从头到尾没想过会被拆 CP。很荣幸的去跟小婷有这样的合作，结果拆开了，就还是挺遗憾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凯奇是一个非常好的搭档，很遗憾没有呈现一个作品出来。祝你好运。好难呀，这个真的太难了。本来我的选择就是志廷哥，想再跟他继续合作一下。在重新挑选拍档的时候，我就还是想挑凯西姐。一直以来，其实我都把凯西姐放在了首选，因为前面有被拒绝嘛。我想要跟你说，我这次不能同意。然后就感觉会不会还拒绝我这种。就挺害怕的，所以其实那个环节突然下达之后，还要就是要大概反应一下。我有想过他会不会主动来找我。那我找你吧，我们一起拍，好吗？好呀。耶！我很开心啊，很开心他能来主动找我。但是咋说呢？就如果第一轮选到他，我会更开心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肯定是，会邀请周柯宇，也是希望就是那天没有白相处嘛，因为缘分熟了一点儿，也是开心的。然后我下一轮我就会像你这一轮一样。
我就奔着你走。要不好，来，我们加油。对，双锅组合。在座的8位很遗憾，我们目前只剩下1个 IP 了，《千女幽魂》。所以重新组成的4组将分别拍摄1分钟以内的视频物料上传微博。本季我们联合微博发起了无限超越班微博番外策划，微博网友将为你们助力。截止3小时后，我们将统计线上的支持率，获得网友支持率最高的一组可以获得最后一个 IP 的拍摄权。就是一开始我拿手机自己，你在旁边，对吧？然后啪你跳上来，但是要跟这个声音 match。对，然后跳上来之后我把你按下去，按下去之后我整理一下就结束。好，我在这边吧，那你低一点。好啊，我低一点。不是，好，我低一点。海姐这笑声真挺逗的。她一笑就哇哇哇这样。你别跟我下来呀！我很喜欢这种笑的这么好笑的人。这样够低不 ？OK， 我们从头试一次吧，来。好。来喽。好。我不要遮住你的眼睛。没事。OK， 可以，好。现在好紧张啊！唉，我觉得应该名次不会太差吧。来吧，接受命运的时刻。唉，你们最终微博助力的排名是第3名。你们最终微博助力的排名是第4名。机会留给下次吧。恭喜你！我已经看到很遗憾了。经过，哎呀，你睁眼睛了，哎，很遗憾，经过3小时的支持率统计，你们最终微博助力是第2名，那就很遗憾哎，真的就差一点点。想拿第1名。没事的，后面会有机会的，一定会第1名的。加油！恭喜！经过3小时的支持率统计，你们最终的微博助力排名是第1名。恭喜你们获得最后一个 IP 的拍摄权。谢谢。因为一直想和凯琪姐合作嘛，挺波折的这个过程，最终还是和她合作上了，我很开心啊。哎，何宇，你这车不错啊，不仅外观很漂亮，车里还很宽敞。这辆车可是全新途昂 X 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， 不但外观潮酷，轴距更是近3米。怪不得坐着这么宽敞舒服，感觉整个人都能伸展开。对啊，而且这车开起来也很享受。自己开车会不会不太方便啊？不会，这辆车有大众全新 iQ Drive 智驾系统，包含车道保持、变道辅助，还有高级自适应巡航，开着可方便了。哦，那真的很厉害。那它动力也不错吧？当然动力十足了，它不仅有 2.5T 6缸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而且驾驶体验特别好，配有智能4驱和 DCC 自适应动态悬架，质感无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阶段最佳搭档的作品展映现场。一部经典之作的诞生，离不开对手演员的默契配合与相互成就。目前几组搭档已经落成，相信大家现在一定很紧张。
而经过我们一天的紧张的排练，今天我们经典香港电影的作品已经完成了拍摄。那究竟哪一对才是最默契的搭档呢？今天韩学跟S要接受演员工会的邀请，作为特别表演嘉宾，给大家呈现一场姐妹对手戏作为参考。本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赞助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。本节目由上汽大众豪华旗舰 SUV 全新途昂 X 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本节目由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独家冠名。接下来请看影片。千年蛇妖白素贞对凡人许仙动了情，却因为人妖殊途被自诩正义的法海追杀。同为蛇妖的妹妹小青与白素贞相伴相知500年，却仍不知情为何物，只是一心追随姐姐，学习她的一切。直到这天，她学起了白素贞对许仙的情。小青，你想學七情六欲啊嘛？入嚟啊！姐姐，早知道你乜都知，我就唔同佢玩啦。點啊？我學你學得似唔似啊？似啊！你學到我10足10啊！不過你道行未夠，好容易會亂㗎。道行未夠，你話做人要講感情，我做好感情，但係一啲感覺都冇啊！情啊，係要從一而終㗎。你要學，揾第二個同你學。咁我就跟你啦，反正我都飛唔出你要手掌心啊嘛。我哋係妖，人先識感情㗎。咁就揀唔住先啦。你話佢係老西人㗎嘛？除咗佢啊，花海唔得，許仙又唔得，點解你仲係撞我咧？總之唔可以啊！你成日話我冇定力，但係我見到個個都冇定力。你叫我建議遠招花海，到定力輸俾我。你話飛唔出你手掌心嘅許仙，佢都俾我迷住。你花好耐時間做啲嘢，我好快就做到啦。我以為你道行好深，原來不過如是。你以後都唔好再跟住我啊！你走啊！白素贞，你想同我鬥花？係啊，我知你忍咗好耐噶，放馬過嚟啊！夠啦，我唔想再同你鬥啊！姐姐，姐姐，唔係白素貞咩？姐姐，你都有本事啊！激到我咁嬲，我知你係特登激我噶。你想知我有幾緊張你啊嘛？我諗乜嘢都俾你估到。但係我同你緣分已盡啦，我有咗許仙嘅骨肉啦。小青，我以後都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齊啦。你可以飛出我手掌心啦。姐姐，呢個係乜嘢啊？都好
你唔知咩叫眼淚，到你知道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好痛㗎。唔係㗎，你同我都有。傻啦！當你做每件事都會贏嘅時候，仲點會喊？仲點會流眼淚啊？唔好再喊啦！唔好再逼自己啦！你唔會明㗎。你冇人嘅感情，你唔係想做返蛇嘅咩？你要救我走？做蛇都幾好啊！我之前話做蛇好，你都話做人幾好，而家你話做蛇好，你係咪講大話？做人好多規矩㗎，夾硬做唔到一個好人㗎。我冇份始咗啦，之後都冇得煩你。走啊！有咁遠走咁遠啊！去一個發海揾唔到你嘅地方。娘子，做咩喊啊？其實係小青。你收聲啊！你點可以同我妹妹相比啊？小青，佢唔係人，佢唔知道咩叫感情，唔通你都唔知咩？你想去邊啊？你想搵法海救你啊？太遲啦！今日係5月初5，我同佢爛桃一戰，唔需要你去搵佢。至於你，娘子，你唔可以殺我嘅，你肚入邊有我嘅骨肉㗎。就憑你，簡直係痴人說夢話。法海道行高深，如果小青唔走嘅話，一定會冇命㗎。我呃你嘅咋，咁你都信啊？姐姐，小青，姐姐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，乜嘢係感情啦。我以後都逃唔出你手掌心啦。好，谢谢。自己看自己的哈，也是第一次看。我看你们俩表演，其实就看到所谓的功力吧，因为我一直说，古装有古装的一个体态，因为蛇是有蛇的体态，在你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所以还是老演员。所以我特别感谢韩雪，因为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就是很正常的去演，然后我就觉得
应该加一点蛇的那种。我很开心，就是他愿意接受我的意见，因为其实我也很珍惜这么专业的演员愿意去尝试。戏很难靠一个人演的，一定是彼此舒服了，相互配合的，挺奇妙的。我觉得我们在这儿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诗曼会有机会这么去演戏。我想你们可能今天也不会想到，哎，我怎么就和我身边的人组成了这么有化学反应的拍档？所以这就是我们可能来到无限超越班的收获啊，所以还是挺值得的。据说青蛇原本是请的是巩俐和梅艳芳来演的，然后两个演员也商量好说，只要有一个不来的话，另一个就不来了。然后恰巧巩俐因故就没有参演，然后梅艳芳也就顺理成章也没有演。后来徐克导演找到了张曼玉和王祖贤来演，所以像您们在选择一个项目的时候，会注重项目本身，还是说搭档的对手演员？其实我比较注重剧本。当然，我最注重的是我自己的角色。有时候有些人问我，为什么你现在演配角？但我喜欢那个角色，那个剧本太好了。然后我自己的角色，我觉得我有发挥，所以我就接了，我没想那么多。对我来讲哈，我以前也会跟诗曼会比较像，但后来我发现。因为演戏这个事儿啊，真不是一个人你就能成就一个戏的。你经常会发现，你觉得剧本挺好的，角色也挺好的，你也很努力的在演，戏出来不咋地。所以我觉得一定最后就是共襄盛举，一帮好的演员、好的导演，大家对于一个作品有一个基本分的判断，在这个之上，每个人在做加分，千万不要去做减分的剧组，那个你会生不如死。欢迎来到本阶段最佳搭档的作品展映现场。这个戏从头到尾我们离得很近，然后有很多眼神的这种一直交流在一起的时刻。我真的是要特别感谢，就是我的搭档周艮。他不在了。因为他也很。本季我们联合微博开启无限超越班微博番外玩法，多种定制发博、助力任务、实况热聊、点评等不定时派送。来微博一起开启港剧记忆。感谢蓝天下官网、中国蓝 TV、首席娱乐门户合作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搜狐新闻客户端、百家号、网易新闻客户端、中国新闻网、中国网、中华网、天翼超高清对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上 B 站搜索无限超越班，一起创作吧！恭喜成为了本阶段的最佳拍档。歡迎嚟到無限超越班。就如果真的约会，你想，我就可能就会干比较简单的事情，走路、聊聊天。我真的很记得第一次你真的跟一个女孩手牵手在电影院那种感觉，试探对方对对方的。不过我真喜欢他，我去哪儿都行。理想型啊，他是对的人在对的时间出现了，然后很微妙的就会这样。一定要孝顺、敏感一点，然后幽默。但那个幽默我不需要他搞笑，因为我觉得我挺搞笑的。我理想型就是有趣吧。